很多小兄弟呢想要窝去做一期这个打野的观念，因为想要上分啊，打野是很好的选择。它要是一个直赛的神角推荐，那要节奏啊，怎么带啊，该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。那答案只有一个，这个英雄呢大招就能够秒杀，再加上圣雷流伤害再加倍啊，这把节奏带的超明确，14杀超神 MVP 差不多40%的一个输出打的。那到底是谁可以做这么的厉害？还有是怎么玩呢？啊，好好享受吧。所以看到对面在我们这魔龙秀接一个大招下去，把对面卡利他直接不动了，知道已经逃不掉。再来直接开启凝霜之痕，把对面这个斯科德打成残血，再来一个暴怒飞蝗把他收掉，再来还有景把你收掉，那这就完了吗？当然不是，等待我们大招的这个 CD 冷却好了，直接盲炸把对面的科里纳卡就收掉了啊！直接换掉对面这个3颗人头。这里对面2个小兄弟在这边直接一炸，把你这个景先收掉。这个对面的斯科德一个一技能，然后触发红 buff 飞凤，把你直接收掉，做到一个双杀 double kill。这里先蹲这个草丛一炸上去，对面斯科德知道走不掉了，动都不动，再退场，等待技能 CD 的好，然后呢直接大招已经可以了吗？开启起飞了，蹲在这个点一炸，把这个对面克里纳卡就收掉了。那这就完了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一只卡利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塔内就安全了吗？当然不是，直接又开启大招，往塔内塔杀闪现都没有用啊，把你人头直接收掉。一炸把这克里纳卡先收掉，还有一个灵魂脉冲小兄弟卡里再把你收掉，做到一个 double kill。可是这又完了吗？当然没有，还有景嘛，还有斯科德嘛，大招一下去把你先收掉，还有一只景，一个一技能把他直接打的残血，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嗨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eam 的窝。这次带来的是科里纳卡打野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你是玩过打野啊，或者想学习打野，或者是喜欢克里纳卡，请在下方点个赞。那如果呢你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呢，你喜欢走什么路玩什么英雄。窝的话呢，也尽量会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。那这一次我们玩到克里纳卡，是因为呢很多小兄弟都说要学习这个怎么玩打野的这个心得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用一个克里纳卡来告诉大家，因为呢窝觉得这个英雄是很适合大家去拿来打野的一个角色，他是蛮百搭的一个打野英雄啊，就是不论对面他们选的是什么样子的阵容，你拿克里纳卡呢，基本上都能应对90%的一个阵容都可以的。那这里我们直接先上4等，因为呢克里纳卡呢很注重他4等的这个节奏，你还没有4等的时候呢，很难去像纳克罗斯一样2等去 gank 就是去支援自己的路，比较没那么的好。那这里我们差一点就4等，那可以直接去了，因为差不多了。这里看到下路集结，我们呢已经4等了那这里把呢会做到10多杀的一个成绩10多杀到超神头10几杀1颗人头都没有掉过。没有进场的机会呢，我们这里先看一下上路有没有进场机会。很明显的，因为下路这边已经察觉到，而且对面打野也在，再蹲是浪费时间，蹲的时间点不要太久。这里把这个命令飞龙舒哈直接拿掉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不要去浪费时间，地图上的资源尽量去拿。看到瑞克我们直接呢开启大招，直接把他人头收掉。这个节奏必须要带起来就是你上4等的那一波，那个节奏呢必须要尽量的带好，要做的一波完美的一个 gank。那下路的已经失手了，其实对面的打野刚刚其实也不在，那没所谓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好。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把这个蓝 buff 拿了，那不要去贸然的
在没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又想去要 gank。我们在出装方面呢，会出一个小野刀啊，2阶的野刀，然后蹲一下这个草丛啊，一个大招往上把对面的紧收掉，那就不要再恋战了啊，技能还没有，把对面紧收掉就不要再贪心，可以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进场机会，比方说吕布这条路好像打起来，那你就可以蹲个点。打野很重要的是蹲点啊。一个大招，对面直接缴他的一个一技能，那没所谓，不要再深追，不要说这一波打不到，是不是要塔杀了他？我们还有吕布，不要这样做啊，不要这么做，尽量的去 gank， 尽量的去收割。可是如果没有到这个没有要去击杀，也不要去那么的强迫要去击杀，一个大招下去，2个输出炸上去，到这里我们。还有一个克里纳卡开启我们的这个凝霜宝珠，一个2技能，把对面的有一个这个刺客再炸一炸，把他收掉，再来一个紧拉台，再把你收掉，做到一个换掉对面3颗人头啊！短短的4分钟，我们有5个人头的一个参团，自己呢收了4个人头，再把对面，其实这里就要凭自己的一个观念了，对面的甲虫到底会在哪里？我们刚刚是盲猜的啊。绝对是盲猜，这个草丛2个草丛到底哪一个？直接炸上去，把他人头就收掉了，完全不啰嗦。然后呢，时间点要开龙吗？这里不太好去再打团战啊，开个龙就可以了，因为队友的状况已经不佳了。像这种的再进场啊，就是又送回去，那不太好这么去做啊，因为刚刚我们把对面呢收掉之后，结果啊。好不容易的收掉对面，那队友如果再恋战啊，就会像刚刚那样又送回去，让对面又肥起来。下路这个时间点呢，又打起来了。这个反正小兄弟，那他拿了我们自己家的红 buff， 那由他吧，他要拿就给他吧，没所谓啊。把这个中路兵线直接整理，那去下路直接支援一波啊。我们血量不是很健康，可是还是可以蹲一下这个点，看一下对面啊。反岸已经回城，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维拉炸上去啊。直接把你收掉，对面输出最重要是收掉对面输出，再来把对面的刺客的再收掉，做到一个双杀。我们才5分钟啊，这里我们收到7个人头。克里纳卡这个英雄呢，很多东西他都可以训练好我们打野的一些观念啊，收割啊，然后呢我们的节奏感很重要。像我们这里就把对面呢直接收掉很多。那魔纹方面。用什么魔纹呢？你可以选2个，一个做副使，那也可以选圣雷，像沃这把圣雷，这里直接把兵线整理掉，先保护这个塔啊。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。如果你把对面先收掉英雄，其实不太可能一炸就把对面收掉，反倒是这个兵线你一炸就可以收掉，对面呢就要承受塔的伤害。如果他想继续推塔的话，又或者是对面呢如果想要继续打的话，他也是要必须受这个塔的伤害。那所以理所当然的，你是要先把这个兵线先炸掉。那打野的这个观念呢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什么进场机会的时候，不一定要很注重自己家的这个野区啊。对面的野区你也要算对面 buff 的重生时间。这里一炸，把对面瑞克他开启他无敌，可是我们是出其不备，把他直接打成残血的一个状态。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能，把这个兵线呢直接整理啊。吕布去了跑线，那其实吕布呢，他这个英雄资源性是很够的。对到瑞克的话呢，在现在这个版本中不太需要怕的啊。因为呢，虽然瑞克以前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存在，现在也很强势，可是吕布改强了之后呢，也是的确改强了不少。一炸把对面的刺客的直接炸掉，他动都不动了，因为知道已经没有不可能逃了。那再蹲一下这个点，队友已经又掉了2个了啊，这个。吕布也是很残，再炸一个，这里就已经收了9个人头了。我们901的一个战绩啊，7分钟的时候，那可是整队又掉了，我们才1次都没死过，可是全队已经掉了11颗人头。那没所谓，尽量做好自己，再炸一个，把对面卡利直接塔杀。其实这个时间点呢，我们要把真的在这么带起这个节奏的时候。
真的要快一点把这个塔推掉，不能够拖，因为看真的太多小兄弟这样。其实这一把打线呢，其实双线，虽然我们打野这一把是发挥的蛮不错的，可是双边已经爆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对这个塔的一个数量啊，中路还有这个我们的上路都爆了。那这一景呢，这个维拉呢刚刚差一点拿了我们的这个蓝 buff 吓了窝一下，这个 buff 你再拿的话，那这一波又要还了，不能再打了，又没有 buff 不太行啊。那我们这里又蹲一个这个点，必须要把这个塔搞掉啊。这个时间点可以的，绝对可以的。把中路的外塔拆掉之后，再一技能把对面瑞克又收掉，11颗人头了，小兄弟们。再来一个，不要再进场，这里就不能进场。很多小兄弟可能看到这个时间点，我很肥，我可以直接炸上去啊。可是你要想到，其实对面也第一人多，第二我们其实对其他队友是逆风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大家只看到这里把对面克里娜卡又收掉，还有一个灵魂脉冲的这个小兄弟卡利，再把它收掉，看上去好像顺风，是不是？其实上面右上角这个。人头比啊，还有这个塔数啊，就是打线的小兄弟们的这个在这里再炸一个啊，我想解说一下，可是不断的去收割了，我们不断的去尽我们打野的这个职责。那其实右上角的这个人头比呢，两队是真的差的不是很远了，刚刚啊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之后出个装备呢，有些小兄弟会出这个。全能武器，那窝窝呢？有时候会做全能武器，可是窝窝觉得，如果你想要前期打得很好的话，可以直接上个王者之剑，一炸把对面的克里娜卡除掉。可是队友维拉去了推塔，那盘恩呢也没有打。其实这波也是绝对可以再打的啊，可是没所谓了啊，这个尽量也是做好自己，不用太想太多什么的，没所谓了。这里我们又想。这里其实队友去打瑞克不太好，一炸对面的这个井，把输出抓了。可是队友辅助和吕布小兄弟竟然去了打瑞克，这个真的没所谓。再来这里呢，我们尽量守住这一波啊，无论再怎么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右上角这个战绩，可是我们是19比19那也没有所谓，尽量把这个上路塔呢再守住。相信很多小兄弟都会。有这种的感觉，为什么我已经很打的也蛮不错啊，这一把怎么好像有点无力感啊？那没所谓的，要是有一个队友是打的还蛮不错的，那还可以的，那是单排就是这样了，就没所谓了啊。看到这个下路，有集结，那这里瑞克在上面带线，他因为想要做我们的这个上路了啊。那这里呢？再看一下，这个草丛有没有人？因为也是要探一下。那对面的这个瑞克呢，他想要单带这个线。那对面在这个时间点呢，去拿了这个凯撒。那作为交换小魔龙，其实没有什么的这个大的价值啦，比起凯撒来说。如果是窝在打辅助的话，这个时间点会去看凯撒啊，刚刚会去看凯撒，是没有所谓。我们做出装方面呢，出一个王者之剑，再来就是死神镰刀。那死神镰刀呢，它的这个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价格便宜。这里先蹲一下这个点，如果对面要来，比方说这里我们就看到了。那这里想要开小龙其实不太好，对面人头消很多，所以我不会去做这个小龙。即便队友想要去拿。那维拉这个时间点还在上路，这个我们蓝区的在清兵线嘛，在带中路兵线，那没所谓啊。那先炸对面这个井，可是队友真的没有赶过来，然后我们这里尽量了，已经把对面井换掉，可是队友直接被团灭了。那没所谓了，我们这里已经40%，差不多40%的这个输出，36、37%的输出，那10多杀，那才射3次，那尽了力就好啊，大家啊。没什么所谓的，大家应该也遇过蛮多这种的局，那没所谓，尽了力就好。这一把主要是告诉大家，克里娜卡这个英雄怎么在带这个节奏，到底要怎么玩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麦 team 的我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